大家好，我是刘婉宁，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好多朋友都在说，婉宁，听说你有航空服务方面的经验，能不能详细聊聊带家里老人坐飞机的事？真怕到时候出岔子。我一听就明白了，现在大家条件好了，那份想带爸妈看世界的孝心特别让人感动。可这份孝心要是没做对功课，很可能在机场就变成了一盆冷水，浇得全家人透心凉。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了，一家子兴高采烈，拖着大包小包到了机场。结果在柜台或者登机口被工作人员礼貌又坚定地拦下，就一句话，抱歉，这位老人的健康状况根据规定暂时无法乘机。那一刻，老人的眼神从期待变成茫然，再变成自责，有的甚至会喃喃地说，都怪我不中用了，竟给孩子添乱。说实话，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所以今天刘婉宁就用这些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好好跟大家捋一捋这条关乎生命的航空红线。咱们的目的就一个，让咱爸咱妈顺顺利利的飞上去，平平安安的落下来。在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动动手指，在评论区打出平安出行4个字，把这份祝愿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家庭。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份实用的出行攻略了。咱们首先得把心结打开，航空公司干嘛非要为难老人？是不是歧视？真不是。大家得换个角度想，他们是在帮我们规避一场可能发生的危机。飞机一旦爬升到万米高空，那个环境跟地面是天壤之别。虽然机舱是加压的，但里面的气压也就相当于咱们站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上。这个高度，年轻人可能觉得就是耳朵有点胀，但对很多老人，尤其是心肺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老人来说，这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空气稀薄了，氧气少了，心脏和肺就得加班加点的工作，才能把足够的氧气输送到全身。如果老人本身就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老慢支这些老毛病，这个加班的负担一加重，就非常容易诱发危险。还有一个隐形杀手，叫经济舱综合征，也就是静脉血栓。长途飞行，空间狭窄，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不动弹，腿部的血液流速就会变慢。加上机舱里异常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血液会变得粘稠，特别容易在腿部形成血栓。这个血块要是安安分分待着，可能还没事，但万一老人起身活动，血块脱落，顺着血流跑到肺部造成肺栓塞，或者跑到大脑，那后果不堪设想，是能要命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清楚，飞机不是医院，它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乘务员虽然受过急救训练，但毕竟不是专业医生，飞机上的医疗设备也非常有限。真要是在大洋上空突发疾病，最近的备降机场可能也需要飞好几个小时，这个时间窗口，我们真的赌不起。所以，航空公司严格把关，不是在设置障碍，而是在拉起一道生命的安全网。那到底什么样的老人会成为航空公司的重点关照对象呢？这里并没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禁飞年龄，不是说到了80岁就一定不让上飞机。但通常情况下，75岁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关注门槛，航空公司会开始更仔细的评估，到了80岁以上，那基本就是重点保护对象了。不过，比年龄更关键的是老人当下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刚动完大手术不久，甭管是腹腔、胸腔还是眼睛的手术，只要伤口还没完全愈合牢靠，高空的气压变化就可能让伤口出现问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建议飞的。再就是那些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控制得很差的高血压，或者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到了稍微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程度的老人，这些都是航空公司最担心的人群。听到这，可能有的朋友心都凉了半截，难道这就意味着老人再也出不了远门了吗？当然不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在于咱们手里得握有一张通关文牒，这张纸在专业上叫做医疗适航证明，或者更具体点叫医疗信息表。但我得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千万别随便找个诊所开张身体健康的证明就想糊弄过去，那种证明在严谨的航空公司面前可以说是一张废纸。真正的管用的流程，大家可得拿小本本记好了，每一步都马虎不得。
这个表格，很多国际航空公司用的是通用的 MEDEF 表格，但各家航空公司的具体政策会有细微差别。如果医生评估后认为，在现有药物控制下，老人的身体状况可以承受飞行，那么就会帮你填写那份表格。这份表格内容会非常详细，包括老人的详细病史、当前用药情况、是否需要在飞行中使用氧气等等。填写完毕后，必须要有医生的亲笔签名，并且最关键的一步是盖上医院的公章。只有签名没有公章的证明，效力会大打折扣。这里有一个超级重要的细节，就是时间效力。这个证明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有严格的保质期。绝大多数航空公司要求，这份医疗证明必须在航班起飞前7到10天内开具才有效。你提前3个月开好了，航空公司会认为它不能代表老人当前的身体状况，你拖到起飞前1天才去开，万一流程上需要时间审核，或者医生临时觉得需要加做检查，那就完全来不及了，所以时间点要卡准。第3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叫提交审核。很多人以为拿着医院盖好章的表格，到了机场直接给值机柜台看就行了。其实对于很多大型航空公司，尤其是执行国际航线的公司，流程不是这样的。他们要求乘客将填写完整并盖好章的表格，提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航空公司指定的医疗部门邮箱。航空公司内部有专业的航空医师团队，他们会仔细审阅这份表格，根据医学标准来评估老人乘坐本次航班的风险等级。审核结果一般会分成3种，第一种是通过，你会收到一封正式的确认邮件，把它打印出来，和医疗证明原件一起带上，这就是你的通行证。第二种是有条件通过，比如要求必须有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家属全程陪同，或者要求必须购买商务舱等空间更大、可以平躺的座位，以减少血栓风险。第3种就是拒绝，如果航空医生认为风险过高，他们会明确告知不建议乘机。这听起来虽然残酷，但确实是负责任的表现。如果被拒，也别太慌张，拿着航空公司出具的拒绝文件，通常是可以去申请机票全款退费的，这样至少不会有经济损失。好了，讲完了最核心的通关文牒，咱们再来聊聊几个能让长辈飞行体验舒适100倍，同时也更安全的小窍门。这些都是我总结下来的实在经验。第一个法宝就是大大方方的使用轮椅服务，大家千万别觉得让老人坐轮椅是件丢脸的事，或者觉得还能走就不用。咱们要算一笔账，现代化的大型机场，从进大门到登机口，动不动就是1-2公里的距离。这对年轻人是散步，对腿脚不便或体力不佳的老人来说，绝对是一场艰苦的徒步拉练。还没上飞机就把体力耗尽，抵抗力下降，到了高空环境就更容易不适。所以，只要你觉得老人走路多了会累，或者腿脚不那么利索，就果断申请轮椅服务。这项服务对乘客是免费的，但关键是要提前申请，最好是在买票的时候就在订座系统里勾选需要轮椅协助，或者买完票立刻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客服进行预订，千万别等到值机现场再临时申请，那时候轮椅可能都被预订完了，或者地服人员调配不过来，那就被动了。预定好之后，整个过程会变得非常顺畅。到了机场，会有专门的地服人员推着轮椅来接，走的是无障碍通道，过安检有优先通道，登机时也可以优先上机。最重要的是，下了飞机，舱门口同样会有轮椅和服务人员在等候，一直把老人送到行李提取处，真正做到无缝衔接。这一路，老人省力，心情舒畅，咱们做子女的也轻松不少，不用时刻担心老人会摔倒或累着。不过这里有个小知识点要提醒，有时候你在系统里为老人申请了轮椅服务，后台可能会自动触发一个提示，认为这位乘客可能有特殊医疗需求，进而要求你提供医疗证明。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医疗证明和申请轮椅这2件事当成一个组合拳来准备，有备无患。第二个学问在于怎么选座位。很多孝顺的子女会想，给爸妈选个靠窗的，看风景好，或者选个中间的，两边有人护着。其实，对于老人来说，最好的座位是靠过道。
原因很简单，老人普遍起夜次数多，久坐也容易腿脚麻木，需要活动。如果坐在靠窗的位置，每次想出去，都得劳烦旁边的2位乘客起身让路。老人通常脸皮薄，怕麻烦别人，很可能就选择忍着不去厕所，或者忍着不活动。这一忍问题就来了，憋尿对肾脏和前列腺不好，久坐不动更是大大增加了形成腿部血栓的风险。而坐过到位，心理负担就小多了，想站起来伸伸腿，想去卫生间，随时可以，自由度大增，对健康有利。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或者咱们有用里程积分，尽量给老人选择第1排或者紧急出口前1排，这种腿部空间特别宽敞的座位，能让腿伸直，整个长途飞行的舒适度会提升好几个档次。但这里有个重要警告，千万不要选紧急出口那1排的座位，虽然那1排空间最大，但航空公司有明确规定，坐在这个位置的乘客必须身体健康、行动敏捷、听力视力良好，且能在紧急情况下听懂机组指令并协助打开舱门。把老人安排在这里，值机员或空乘发现了，一定会要求调换座位，到时反而造成不必要的折腾。第3个要警示就是随身携带的药品，这件事我必须严肃地强调，所有老人日常服用的慢性病药物，比如降压药、降糖药、心脏病药，都必须放在随身背包或手提行李里，绝对不能托运。托运行李有丢失、延误的风险，万一在飞机上老人突然不是需要用药，而药却在底舱的行李箱里，那真是叫天天不应。而且带药也有讲究，别图省事把药片都拆出来混装在一个便携小药盒里。过安检时，如果安检人员要求检查，你很难证明这一把五花八门的药片到底是什么，一旦被怀疑是违禁品，解释起来非常麻烦，甚至可能被扣下。最稳妥、最省事的做法是，带上药品的原装盒子或瓶子，上面有清晰的药品名称和患者信息。如果能有医生开具的处方单复印件一起携带，那就更是万无一失了。对于需要携带胰岛素等液态药物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只要是医疗必需的液态药品，经过申报是允许带上飞机的。过安检时，主动把这些药品单独取出，放在安检托盘里，并告知工作人员，这是胰岛素，是医疗必需品。主动申报，配合检查，通常都会顺利放行。第4点，关乎飞行中的吃喝拉撒睡。上了飞机，咱们的照料任务才刚刚开始。机舱内异常干燥，咱们要化身监督员，提醒并看着老人多喝白水或矿泉水，要避免喝茶、咖啡和酒精饮料，因为这些都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让血液更粘稠。还要鼓励老人勤活动，别怕不好意思，就算不离开座位，也有简单的微运动可以做。我教大家2个特别有效的动作，一个是勾绷脚尖，用力把脚尖向回勾，保持几秒，感觉到小腿后侧肌肉绷紧，然后再用力向前绷直脚尖，如此反复，能像泵一样促进小腿血液回流。另一个是旋转脚踝，抬起脚，顺时针逆时针方向慢慢转动脚踝。这2个动作每隔半小时做上那么10几20次，对预防血栓有奇效。在饮食方面，飞机上的普通餐食为了保存和口味，通常含盐量较高。如果老人有高血压或糖尿病，我们可以在订票后、起飞前，通过航空公司官网或客服为老人预订特殊餐食，比如低盐餐、低糖餐、清淡餐等。这项服务也是免费的，但必须提前预订，临时在飞机上是没有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我的天，带老人出趟门也太麻烦了，简直是个系统工程。没错，它确实就是个需要精心策划的系统工程。但我们多想的这一步，多跑的这一趟，多检查的这一遍，换来的就是老人一路的平安和舒心。咱们把前头的功课做足了，把所有的地雷都排干净了，到了机场，老人才能从容自信、面带笑容地踏上旅程，享受窗外云海的壮阔，然后安稳地睡一觉，平安落地，这才是我们带他们出门的初心，对吧？尤其是为我们辛苦奉献了一辈子的父母，咱们既然有这份孝心，就要用智慧和细心，把这份孝心完美的落实，别让任何一个疏忽，给这次本该美好的旅行蒙上阴影。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旅游保险。
虽然我们祈求一切顺利，但为高龄父母购买一份包含全球紧急医疗救援和医疗费用报销的旅行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兜底措施，尤其是在境外，万一突发疾病需要就医甚至救援，费用极其高昂，一份好的保险能让咱们在应对危机时，至少不用为钱的问题焦头烂额。最后，婉宁还想说，当我们带着老人去医院做评估时，如果主治医生经过专业判断，明确给出了不建议乘坐飞机的意见，咱们一定要尊重并接受，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现在的交通网络非常发达，高铁就是一个对老人友好的多的选择。对于心肺功能较弱或处于术后恢复期的老人来说，安全性和舒适性都远胜飞机。旅行是为了创造快乐的回忆，而这一切的前提永远是安全的一。好了，今天关于带长辈坐飞机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能真正帮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刘婉宁讲的在理，请务必给我点个赞，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恳请大家把这期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说不定就能帮他们避免一场手忙脚乱的麻烦。我是刘婉宁，咱们下期再见。